说起杜甫晚年写的诗，很多人想到的是无边落木萧萧下，觉得他只会写些悲凉的东西。但你可能不知道，杜甫有一首诗写的是看舞蹈，却能让人热血沸腾，又突然潸然泪下。这首诗就是关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，还配了一篇特别长的序。他写的是舞蹈，说的是时代，叹的是人生，被誉为杜甫晚年最有盛唐气象的作品。先说说这首诗的背景，公元767年，杜甫56岁，在夔州（今天重庆奉节）养病，日子过得紧巴巴，身体也不好。但他听说当地有人在演剑器舞，这个舞可不得了，是当年公孙大娘的绝活儿。公孙大娘是什么人？她是开元年间唐玄宗早期最著名的舞蹈家，舞剑器舞的出神入化，连大书法家张旭看了他的舞，草书都进步了一大截。杜甫小时候在郾城，有幸亲眼看过公孙大娘跳舞，那场面让他记了一辈子。现在50年过去了，公孙大娘早就没了，他的弟子李氏二娘在夔州表演，杜甫去看了，看完后老泪纵横，写下了这首传世名作。来，我们先读一遍这篇序，再读诗。序写的特别重要，像电影的背景介绍。序大历2年10月19日，夔州别驾元池宅，见林隐李氏二娘舞剑器，壮其未齐，问其所师，曰：于公孙大娘弟子也。开元3载，于上同治，即于兖城关公孙氏，舞剑器浑脱，流离顿挫，独出冠时。自高头宜春梨园2季坊内人祭外供奉，舞女，小事舞者，甚闻神武皇帝出，公孙一人而已。玉帽锦衣，况于白首，金兹弟子，亦非圣言。即便其由来，知波澜莫二，俯视慷慨，聊为剑器行。昔者无人张旭，善草书帖，数常于叶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，自此草书长进，豪荡感激，即公孙可知矣。诗昔有佳人公孙氏，一舞剑器动四方，观者如山色沮丧，天地为之久低昂。如羿射九日落，皎如群帝参龙翔，来如雷霆收震怒，罢如江海凝清光。绛唇珠袖两寂寞，晚有弟子传芬芳。林隐美人在白帝，妙舞此曲神洋洋。语于问答既有矣，感时俯视曾晚商。先帝侍女8000人，公孙剑器出第一。50年间4反掌，风尘轰动昏王室。梨园子弟散如烟，女乐于自映寒日。金粟堆前木已拱，瞿塘石城草萧瑟。待言急管曲腹中，乐极哀来月东出。老夫不知其所往，足减荒山转愁疾。读完了序和诗，是不是感觉像坐过山车？前半段写的是公孙大娘当年的神姿，那叫一个气势磅礴。后半段突然转到50年后的衰败，让人心里一沉。杜甫就是用这种强烈的对比，把盛唐的兴衰写进了几段舞姿里。序里说得很清楚，杜甫小时候看公孙大娘，现在看他的弟子，时间跨度50年。这50年是唐朝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再到天下大乱的50年。公孙大娘的舞没变，但时代变了，看舞的人老了，跳舞的人也换了。这种物是人非，是杜甫晚年最深的痛。诗的开头昔有佳人公孙氏，一舞剑器动四方，一上来就是大招。佳人是公孙氏，他一跳剑器舞，四方都为之震动。这里的动四方不是夸张，是真的名满天下。开元年间，公孙大娘是宫廷第一舞女，皇帝都捧她。观者如山色沮丧，天地为之久低昂。看舞的人堆得像山一样，大家都看傻了，表情呆滞，色沮丧，天地都跟着她的舞姿起伏，久久低昂。这写的有点神话色彩，但这就是杜甫记忆中的场面。一个舞能跳到天地变色，这是什么境界？接下来4句是千古名句，把舞姿写绝了。如羿射九日落，皎如群帝参龙翔，来如雷霆收震怒，罢如江海凝清光。如羿射九日落，他的动作快得像后羿射下9个太阳，光芒四射。皎如群帝参龙翔，他的身段矫健得像群仙驾着龙在天上飞。来如雷霆收震怒，他开场的时候像雷霆突然收起怒气，那种蓄势待发的力量感。罢如江海凝清光，他收舞的时候又像江海平静，凝聚着清光。这4句把动态的舞蹈变成了4个静止的画面，每个画面都是顶级的意象。杜甫这么写不只是为了炫技，他是想告诉你，公孙大娘的舞有力量，有速度，有气势，有内涵。这不只是舞蹈，这是盛唐的气象。开元盛世，
就像这舞一样，光芒万丈，气势磅礴。但紧接着就是转折，绛唇朱秀两寂寞，晚有弟子传芬芳。红唇和朱秀都寂寞了，公孙大娘死了，好在晚年有弟子传承了她的芬芳。这里的寂寞用的特别狠，一个时代的结束，就是一场寂寞的收场。林隐美人在白帝，妙舞此曲神扬扬。林隐的李十二娘在白帝城夔州跳这个舞，跳得神采飞扬。杜甫去看她跳舞，问她的师承，才知道是公孙大娘的弟子。语于问答既有矣，感时俯视曾晚伤。问答之后，知道来龙去脉，杜甫更加感慨悲伤。接下来，杜甫开始大跨度的回忆和对比，先帝侍女8000人，公孙见其出第一。开元年间，唐玄宗的侍女有8000，公孙大娘排第一，这是什么概念？国家强盛，文化繁荣，才能养得起8000舞女，才能出得了公孙大娘这样的天才。50年间四反掌，风尘轰动昏王室，50年就像翻个手掌那么快，但天下已经大乱，风尘弥漫，王室昏暗。轰动是弥漫无际的意思，形象写出了战乱的惨烈。梨园子弟散如烟，女乐余自应寒日。梨园弟子唐玄宗的宫廷乐团像烟一样散尽了，只剩下李十二娘的舞姿在寒日的映照下显得那么孤单。一个烟字，一个寒日，把那种人去楼空、繁华落尽的凄凉写得入木三分。金粟堆前木已拱，徐塘石城草萧瑟。金粟堆是唐玄宗的陵墓，树都长得荷包那么粗了。徐塘峡的石头城夔州一片萧瑟。这两句，一句写长安，一句写夔州，形成空间上的对比，也暗示时间的流逝和盛衰的变迁。待言击管曲赋中，乐极哀来月东出。玳瑁装饰的宴席上，急促的管乐一曲终了，乐极生悲，月亮从东边升起。这是说，舞跳得再好，终究要结束；欢乐再盛，终究要变成悲哀。最后两句，杜甫写自己：老夫不知其所往，足减荒山转愁急。老夫我不知道该往哪里去，长满老茧的脚在荒山里走，越转越愁。舞看完了，音乐停了，人散了，杜甫还是那个漂泊无依的老病之人。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，也不知道国家要去哪儿。这首诗的序特别重要，他交代了几个关键信息。第一，杜甫小时候看过公孙大娘本人跳舞，记忆深刻。第二，公孙大娘的舞影响了张旭的草书，说明艺术是相通的。第三，50年过去了，物是人非，序的存在让诗歌的内涵更厚重。从艺术手法上看，这首诗最厉害的是以舞写史。杜甫不写战争，不写政治，只写一场舞蹈，却能把整个时代的兴衰都装进去。公孙大娘的舞是盛唐，李十二娘的舞是晚唐，两个时期的舞蹈可能一样，但观众的心境、时代的背景完全不同。这种对比，比直接说国家衰落了要震撼得多。另外，这首诗的动语境处理得特别好。前面写公孙大娘跳舞，全是动态的，雷霆、江海、射日、龙翔；后面写衰败，全是静态的，寒日、萧瑟、寂寞、烟散。一动一静，就是盛与衰的对比。杜甫写这首诗时，已经是个半残的老人，但他记忆力惊人，50年前看的一场舞，每个动作都还记得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那场舞代表了他的青春，代表了他心中的盛唐。他写这首诗，不只是为了怀旧，更是为了告诉后人，我们失去的是什么。我们今天读这首诗，为什么还觉得有共鸣？因为他说的不只是唐朝，任何一个经历过繁荣又看到衰败的人，都能理解杜甫的心情。就像你长大了，回到小时候的电影院，明明装修都没变，但看电影的感觉再也找不回来了。那个感觉，就是杜甫说的感时俯视曾晚伤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